毫无疑问，这两位嫌疑最大。于是魏婴放过这把椅子，来到了沙发旁，一屁股坐在了两位女士对面。蓝湛则站在了沙发旁边。穆小姐，秘书小姐，可以问你们几个问题吗？你们问吧。穆小姐看了看两人，重新低下了头。没想到我们是警察吗？哈哈哈，之前不好告知你吗？我道歉，我道歉。魏婴笑道，但是穆小姐，有什么话还是要实话实说的。我知道，你是亲自送李董事回房的吗？是的。确定门锁落了吗？确定，我还特意嘱咐了他，在门外也听到锁门的声音了。回来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走廊里有人？穆小姐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突然害怕了起来。有，我感觉有人在看我，但是我以为那是错觉，因为整个楼层只有我们几间房有人，不可能有其他人的。你知道恐吓信的事吗？恐吓信？李夫人不知道。秘书小姐道，董事长没要求我告诉他。原来如此，魏婴点头。那请问秘书小姐，你为什么拿酒用了20分钟？因为电梯停在1楼了，我等了很久电梯才上来。你知道的，底下10层不归我们管。秘书小姐道，酒窑在地下1层，董事长习惯把珍藏的酒放在最深处，我找了大概5分钟还要多。可是你消失了20分钟，有谁能为你做不在场证明吗？没有。魏婴笑着看他，没有说话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杀人，我为什么要杀他？穆小姐攥紧了裙子，低声道，因为潜规则。3个人一同看向了她。小姑娘紧张的浑身都在抖，但还是坚定道，因为潜规则，我听到过你们的对话。董事拿照片威胁你，对不对？秘书小姐瞪大了眼睛，魏婴就知道穆小姐说的没错。穆小姐，蓝湛突然开口，却撇开了话题，你认识宋荣吗？穆小姐一愣，我认识，她是李董事的前妻。除此之外呢？没有了。这是一宗密室杀人案，房门只能用钥匙从外面锁，要从屋门外把钥匙送进来，其实很简单，但是要送上桌子却不太容易。因为重力的原因，钥匙是不可能被送上高处的。如果是通过打结来固定钥匙，因为钥匙把上的孔洞很大，那必定是布条一类的粗绳，且长度一定要够门口到桌子的来回距离。目标已经非常大了，附近却没有发现这类东西。另一个疑问，凶器在哪里？魏婴站在桌前，紧紧盯着桌子上的钥匙。钥匙前后左右都没有阻挡物，是正正的摆在了桌子中央。唯一的固定点是桌角的台灯，但是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想不通。魏婴转去看门缝，门缝也不是很大，最多能塞个小型弹珠进去，可这又说明什么？魏警官百思不得其解，反正周围都是自己人，他一屁股坐在了地毯上，盘腿沉思。正想着，方才跑下去的小刑警拿着监控录像上来了。魏婴一跃而起，正到处找电脑，就发现蓝湛方才下楼去借了台笔记本上来。蓝警官，你太靠谱了。魏婴夸道，不愧是咱们队长。蓝湛没回他，将 U 盘插进插口，调出了录像，直接拉到6倍速，一路闪到了开幕结束。画面上出现了穆小姐和李董事，只有这2个人在15楼下了电梯。大约7、8分钟后，穆小姐回到了电梯上，她伸手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发带，又拎起裙摆看了看自己的鞋子，似乎是鞋带松了，于是她蹲下身。电梯在这个时候到达了11层，她又连忙起身，出了电梯，速度重新调快。半个小时后，秘书小姐出现在了电梯门口。如她所说，等电梯用了很久，大约2、3分钟的样子，到达楼下1分钟，然后她在地下1层待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。这样算起来，她口中的拿酒拿了20分钟的确属实。会不会是从楼梯间爬上来的？10分钟爬15楼还要杀人销毁证据，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。可是7、8分钟杀人销毁证据呢？机械性窒息5分钟就可致人死亡，这么算来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可这7、8分钟里包括走到走廊深处、开门、杀人、藏匿凶器、制造密室。凶器被藏在了哪里？密室又是如何制造的？兜兜绕绕还是回到了最初的疑问，调查陷入了瓶颈，整个现场气氛十分沉重。蓝湛，
我们再重新看，队长。魏婴一句话还没说完，从门外急匆匆跑进来的刑警打断了他，他的眉毛狠狠一跳，直觉告诉他不会是什么好消息。楼下客人都坐不住了，都是领导没法拦啊。果然，蓝湛皱起眉，魏婴一巴掌拍上自己的脑门，咬牙切齿地想对策。旁边的穆小姐站起身来，走到了他们身边。我可以去劝劝他们，警官。穆小姐说，想来他们也会给我些面子的。魏婴抬起头，敏锐地闻到了一阵香气。哦，是香脂。魏婴这么想着，突然反应过来了什么。穆小姐跟着小刑警到楼下去了。魏婴走到尸体身边，单膝跪下，掀开白布，俯身嗅了嗅，是香脂。难道穆小姐跟李董事在这7分钟里还有过肌肤之亲？说起来，魏婴把白布重新盖上，找到了还在破解密室的蓝湛。蓝湛，问你个问题。如果你结婚了。话刚开头，魏婴就觉得蓝湛表情不对，连忙解释道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你会叫你媳妇什么？我换个问法。魏婴道，你会希望你媳妇叫你什么？蓝湛表情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魏婴知道他明白了自己的点。夫妻之间，任何称呼都可以成为昵称，全看叫的人怎么叫。可穆小杰嘴里的李董事，却是丝毫不带感情的职业称呼，哪怕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，她都依旧是毕恭毕敬地称呼他为董事。不管他是自觉还是不自觉，这其中一定还有别的一层含义。魏婴还在想着，蓝湛递给他一个本子，上面写着3个字：李、穆、宋。李董事、穆小姐、宋荣。魏婴挑了挑眉，蓝湛在纸上多加了2笔。我操，蓝湛，你也太聪明了。李，上下结构，上为穆；宋，上下结构，下为穆。3个穆，是巧合吗？穆小姐取名叫穆冰，也是巧合吗？魏婴拿着本子，几乎是冲到了秘书小姐面前，吓得秘书小姐差点跳起来。秘书小姐，你知道穆小姐的身世背景吗？家在何方？父母何人？秘书小姐卡了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位警官活像是外面的八卦记者。他道，她好像是孤儿，6岁被养父母带走，姓氏随她养父母的，是吗？魏婴一腔热血都被养父母几个字冲掉，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南墙的影子。不过我没有查到他养父母的信息。秘书小姐推了推自己的眼镜，道，这也是董事长一开始十分提防他的原因。提防他？你知道的。警官，想让我们董事长死的人不止2、3个，他们什么花样都想得出来。秘书小姐道，甚至遗嘱我们董事长也早就写下来锁在保险柜里了。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你们董事长有孩子？没有。这么说来，他和蓝湛一开始的想法也有可能成立。20年前，李董事的前妻自杀身亡，20年后，身世不明的小姑娘出现，嫁入李家。